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我在遵义市跟金沙县的交界处啊，在这个地方发现一座200多年的古桥。那么古桥下面竟然悬挂着一把宝剑。我看到其他的古桥下面悬挂的呢都是竖着的剑，而这个呢是横着挂的。而且根据天气的不同、季节的变化呢，它可能还会旋转，非常的神奇啊！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就是大家知道，我们贵州的很多古桥下都悬挂有这种宝剑，一般呢大多数都是剑尖朝下。那个上边的这个铁索呢是挂在剑把上，但是这一把剑比较特别，它是剑中间穿了一个孔，然后呢均匀的悬挂起来。那么它实际上挂的时候呢，它是整个剑是均匀的，也就是平衡的一个状态。那么实际上这把剑在贵州最多的说法呢，就是斩龙剑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呢农村经常涨洪水，那么洪水一涨洪水呢，就有蛟龙入海，对吧？它要经过这些桥梁呢，它就会形成抬头堵水的这么一种状况。那为什么在桥下悬挂斩龙剑呢？就是预防蛟龙抬头呢，把水堵住，把桥给冲垮啊。最多的呢是这种说法。那么这把宝剑呢，据传呢，在当初悬挂的时候呢，是有道士施法在上边的。这就是大家关心的，为什么小偷不敢去偷啊？因为其实大家都还是怕的，对吧？虽然是传言。那么这一把宝剑呢是非常的神奇啊，它经常会改变它的这个状态啊，因为在悬挂的当初呢，它实际上整个剑是平衡的。据当地老百姓上百年的观察，它有时候剑尖朝下，有时候是平衡状态，有时候呢又是剑把朝下。那么当看到它剑尖朝下的时候呢，可能金沙这边呢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啊，或者等等，就是这种说法。那么如果说剑把朝下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些灾难的一个情况等等。如果说有一些大事情的发生呢，可能整个剑呢就会旋转不停，就是这么神奇啊！这个呢也是当地村民啊，通过上百年来的这个观察，细致入微的观察呢，他们得出了一些结论。那具体是什么样呢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验证啊。但是我们从网上看到的资料呢，确实这一把剑，有很多人拍照或者拍视频的时候呢，有时候是剑尖朝下，有时候是剑把朝下的这种状态啊，确实是比较神奇啊。那么大家觉得就是当地的村民上百年来得出了一些小结论，大家认不认可呢？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农村农民的发展哈。我的一个观点呢，就是乡村要振兴，那么基层农民发展呢是关键。建议呢，乡镇设立这种投资金融评估机构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现在很多想发展的农民，他是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支持的。那么我们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扶贫的资金，比如说一些贫困户啊，他有这个5万的免息贷款的这个额度，那么很多人他是不去贷这个款的。有些人他要去贷这个款呢，他贷回来也不是去发展，而是干嘛呢？把这5万块钱贷出来之后呢，又反过来把它存到银行去赚这个利息。那么我们的金融呢，实际上是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哈。通过我在农村的这1年多，我发现很多需要钱来发展的农民呢，他反而是得不到这个钱的，甚至说去付一点利息去贷款呢，他都是找不到门路。他很多时候他去怪政府啊，就是说为什么别人不去发展，那么都有5万块钱的这个贷款额度，而我想去发展呢，也贷不到这个款。那他主要是他不明白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个政府的这个资金呢，它实际上它是扶持给贫困户了，对吧？他们并不清楚这个金融和这个政府它实际上是分开的机构，对吧？他一直以为这个钱呢是政府拿出来的，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一个误解。那么我的一个建议呢，就是说乡镇呢应该设立这种就是金融投资评估机构。为什么要风险评估呢？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实话，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农民都是很实诚的，对吧？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偷奸耍滑。那比如说我去贷这个款，贷来我就用了，我也不给你，不还了，对吧？所以呢就需要一个投资风险的一个评估。很多的农民他也是想发展的，对吧？但是呢他苦于这个借不到钱啊，去找金融机构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找。
那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机构的话，你就可以去体察民情。一个镇它没有多少个村，一个村也没有多少户人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去重点去扶持非常多的农民出来。比如说这个农民他想养个10只20只羊，他没有钱，对吧？那么你就去评估一下他这个人他在当地的口碑好不好。如果说这些都好，那么你就可以去放个5万块钱呢6万块钱呢给他去发展这个养羊。比如说另外一个人他想养个10只8只猪，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呢去帮扶他一下。你帮扶他呢不需要说你去做什么无息，因为无息呢金融机构肯定不干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做低息嘛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可以把利息搞低一点，那么明确的告诉这个老百姓，他愿意呢他就去做。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哈，老百姓呢是最怕欠别人钱的。如果一旦他想好之后我要去养殖什么东西啊，要去种植什么东西啊，他实际上是胸有成竹的，就是他没有95%以上的把握，他不会去跟别人借钱来做这个事情，明白吗？最起码大部分的农民是这样子的，他欠别人1分钱的话，他一直都惦记着啊，心里面老是不是滋味。不像我们这个城市里面一些搞商业的人啊，欠个几百万上千万，自己根本就没感觉，对吧？还整天这个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，还过得很潇洒。但是农民不一样，他欠别人500块钱的话，都是一直惦记着，心里面很不舒服。所以说如果你投资给这样的一种人的话，是不是你的资金更加的安全啊？这是我的个人建议。如果真的乡镇有这种机构啊，当然这个机构可能是这个政府部门和银行来共同的一个机构，因为你必须要下去一户一户的去走访，哪户有这样的需求，去进行审核评估之后把资金下放啊。你不能说这个机构设立了之后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镇上去住着，没有作用，因为别人也不知道。所以一个村有多少户，只要这个机构一旦成立之后，要下去排查每一户去了解情况，其实很快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实际上这个部门最终是会赚大钱的。比如说你现在去把这个5万块钱下放给一个老百姓，那么他去养猪，那么赚钱了，你就收他500块钱的利息吧，对吧？打比方吧。然后如果说第2年第3年他继续要养，继续要扩大规模，你可以从投资的方向去支持他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转变一下，去赚取这个利息，把它变成一种投资。比如说我给他5万块钱的低息贷款让他去发展，那么我再去投5万块钱到他里面，我们可以占取股份，你是不是可以赚钱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的一个思路。这样的方式呢会让当地的老百姓的积极性不断的增加，因为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实际上他们相互之间也在比的，对吧？如果我看到这一家人养10个猪可以挣钱，好，明年我也要养10个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激发起老百姓去创业去这个赚钱的这种动力，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带动作用。我真的希望一些乡镇可以设立这个部门，这样呢，尤其是对一些偏远山区想发展的老百姓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，而且也会助推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。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话。可能乡村振兴的步伐会迈得非常快，大家觉得我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呢？